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新游戏《阿斯特堡的恶魔》。昨天攻略了前2关，今天是第2期，攻略第3关和第4关。这款游戏越玩越觉得它的游戏素质非常的优秀。每一关咱们会得到一种能力，得到之后咱们可以用来解本关的谜题，并且打 BOSS 的时候也是有重要的作用。我捡到了一个无敌的道具，所以说咱们可以莽一波。有了无敌之后 BGM 都变了。无敌消失的一瞬间，我碰到了敌人，所以说血量掉了一点。上方有一个银质的宝箱，这样咱们可能会绕路去拿一下。它在上层，咱们现在跳不上去。可以看见每一关的敌人都是新的，并没有和前2关出现重复。银质的宝箱比普通的宝箱里边装的东西要好一些。红心不是回血的道具，应该是奖命。第3关场景是墓地。随着冒险进度的不断深入，主人公加雷斯会回忆起过去的一些片段。这里加雷斯的父亲告诉他，他的母亲埋葬在这里。墓碑上的文字都可以读取，但这里你如果读的话，就会发现它是游戏制作人员的职员表，感觉非常的恶搞。这里咱们走上路，跳跃需要极限的跳跃。捡到了一本能力书，这个能力书是跳起来向下攻击。跳起来向下攻击有一个应用，就是它砍中敌人之后会把你绷起来，这样可以到达一些原本到达不了的台阶。这种技能书现在有2本，一种呢就是这招跳起来向下攻击，还有一个是普通的3连击，能够变成4连击。本来咱们需要在商店花350块才能买，但如果在这里通过操作得到的话，就不用花钱了。而且大家看一下我的钱数，很穷啊，70多块钱。我现在大概是有几样道具的，有一个是魔法放大镜，能够看见敌方的血量，然后跳起来向下攻击的技能书。另外还有一个魔法杖，可以加快咱们恢复法力的速度。这里利用到了喷火的机关，燃烧敌人，把挡路的藤蔓烧毁，算是一个解谜了。这个地方要勾引下方的僵尸被烧。本关的道具就是放火，等咱们自己会放火之后，就可以自己点燃这些藤蔓或者是火炬了。这个道具还是拿着吧。流程当中能够收集到的东西，我尽量给大家演示。所以说我录制的视频，大家可以当做攻略来看。包括一些 BOSS 的打法，可能不是最优解，但是起码能够保证很多小伙伴看了之后可以通关。这个幽灵好讨厌。这种棺椁可以压到人的，同时呢也可以当做落脚点。咱们走上边，
这种木质的小台阶，踩一下它就会掉下去。浮空放置，这里利用了闪避的无敌时间，再利用跳起来向下攻击，这样可以到上面拿到这个银质的宝箱。闪避还是相当好用的，无敌的时间非常长。好的，咱们拿到了火焰魔法。魔法不只可以向前喷，也可以向上喷，可以发射的很高啊，令人羡慕。我现在平射还可以，这种举起来有一点累啊。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的火炬就是机关。这个地方的火炬是限时的，点燃之后咱们需要迅速的通过，不然的话上方的门就关闭了。我之前自己玩的时候，这里的时间还是很紧迫的。刚刚这个地方就是利用敌人射出来的箭，把他的箭矢点燃，然后点燃火炬。这个游戏很多谜题设置的真的是非常不错，需要玩家用心思考一下。这款游戏和恶魔城相比，没有那么多的 RPG 元素，但作为一款动作游戏，它的各种设置、关卡的长度、谜题各方面都显得十分的丰富。这里拿到了钥匙，这个地方利用跳跃向下攻击，能直接把自己弹上来。但其实这道题有2个解法，你也可以在右边通过摸墙跳上来拿这个宝箱。这里小心一点，这种关果会夹到人的。这种游戏我是真的没有抵抗力啊！它既考验玩家的操作，也需要玩家进行一定的思考，进行解谜。这种解谜一般在 ARPG 里边非常的常见。我记得小的时候玩过 MD 平台的新创世纪，后来呢在电脑平台玩过时空魔域，都是非常棒的 ARPG 游戏。这款游戏每关的流程都比较长，大家也能够看出来，其实我打的已经非常的流畅，但是每关仍然要打10分钟左右。关卡的设置上，每个场景你都会感觉到不同，很多的谜题也需要不同的解法。本关应该是快到 BOSS 战的部分了，咱们现在的资源非常充足，血量、法力都是满的，而且呢，我有魔法杖，魔法的恢复速度比较快。超级攻击还有2发，命有8条，但是奖命对咱们来说意义不是很大。这个地方下方有隐藏，是一个血瓶儿，你需要怀着巨大的勇气跳下来。这里第一个机会没有弹上来，这种血瓶是无法储存的，捡到了就是回血。好的 ，BOSS 战的部分，这个 BOSS 出现了，主人公竟然去摸摸他的狗头啊！好大的一个骷髅骨架，我想起了羊蝎子。这个 BOSS 也需要利用到咱们本关获得的能力来打。我第一次烧烤大劲儿了呀！好的，他被击中之后，弱点会露出来，然后咱们上去用火焰攻击。
这招是把咱们吸过去。BOSS 的第一形态完事儿，第二形态需要烧它2次，才能够形成1次硬直。刚刚不小心被抓到了，但是直接捡到了2个血瓶。没有烧干净的骷髅还会飞起来对玩家进行攻击。好的机会，但是2形态硬直非常短。看上方的骷髅，他又钻地了，钻地就要小心下方的这种骷髅的爪子。2形态的爪子可以直接把玩家拖到地面里边去，不断的掉血。这次机会烧得很严重啊，他只剩最后3滴血了。再有1次硬直，可以把它带走。还差1下。好的，烧到底。魔法杖对于打 BOSS 帮助还是很大的，它可以快速恢复咱们的魔法槽。过关之后的结算。我应该是没什么想买的了，因为钱不够。需要买的东西还有一个增加1条的血，350。另外还有一招是4连击，也应该是350。咱们现在才200块钱，这样的话就不能买了。来到了第4关，森林。森林里的敌人又是全新的，所以说大家就想一下，当年玩的很多的传统的世界 MB 平台的游戏，不同的关卡你会遇到很多相同的敌人，甚至呢给你换一个颜色，威力加强版就又上来了。但是这款游戏很少有这种现象，至少目前为止前4关咱们遇到的敌人都是全新的。从这点你就能够体会到这款游戏制作的还是非常的用心的。这里主人公加雷斯遇到了自己的一些骑士同伴，咱们要击倒的敌人叫做萨格拉莫，原来是王国的顾问，但后来他发现自己是恶魔，所以说打开了地狱之门。但是这款游戏的最终 BOSS 应该还不是萨格拉莫，而是地狱的至高主宰，叫做科佐罗克斯，应该就是最终 BOSS 吧。第3关我之前自己玩过一遍，这款游戏我已经自己趟过一遍坑了，所以说现在给大家录制，打得会流畅一点。第4关给我的感觉，它对玩家操作的考验比前3关加一块还难。这里我被蘑菇咬了一下，这个蘑菇虽然是一个落脚点，但是它也可以碰到你，让你掉血。这里勇敢的跳下来，下方有一个灰色的宝箱，大家猜一下这个宝箱我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当时走到这儿跳晚了，掉下去1条命没了，所以说换来了一个宝箱的信息。这次录制的时候呢，才能够给大家展示比较流畅的拿到这个宝箱，所以说每天给大家录制20分钟左右的视频，但是我的准备阶段可能要2个小时。其实录制游戏的视频是很简单的，
但是你如果想把它录制好，录制的比较流畅，让玩家能够看得赏心悦目一点，那你就要花费成倍的精力。这里咱们要去拿本关的能力。本关的能力，我觉得大家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，可以在空中进行行走。好的，释放之后，你的法力会不断的消耗，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如履平地。这东西还不像是踢云纵。这个能力不仅是关卡的流程当中需要频繁的用到，打 BOSS 的时候咱们也需要用到，而且打 BOSS 的时候，第2个阶段对你这个技能的施展要求非常的高。等到了 BOSS 呢，就给大家展示。刚刚那个场景可以看见一个木质的小房间一样，它其实是一个电梯呀。电梯的钥匙就在这个幽灵的手里，但是咱们需要找到东西和它交换。刚刚这个蜡烛没有砍出东西，那一瞬间给我玩出了恶魔城的感觉呀！咱们在空中行走的同时可以跳跃，也可以攻击，但是跳跃的话你就会失去这个效果。跳早了呢，就直接掉坑里了。这种蜘蛛网是能够攀爬的。打出了好多血瓶啊，咱们现在满血也用不到。这里上方是有隐藏的。反弹一下，墙里边有一个大血瓶。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位置，其实咱们满血，捡了也不会再加什么。这里等一下，这个场景有一个简易的过关方式，好，就是在这里，不然呢，咱们就需要一层一层的下。快速的闪过来，前方呢就是考验玩家对跳跃落点的掌握程度了。就是这个场景，跳跃的落点要精准，踩到蘑菇头上。好的，这个蓝的。他一直往前走啊，咱们需要每次都踩到他头上，还需要躲着空中的尖刺。地面的尖刺是秒杀的，不要碰。这里是上方这个血瓶的拿法，咱们之前在空中碰到了一下尖刺，血已经不满了。这里是击打这种蘑菇，它就会发光。所以说实际上呢，这个版面有一点现实的味道。你如果不快一点的话，灯就关了。好，又是一个轻板。这样的版面需要你击倒所有的敌人才能过。这里我直接就撞上去了，有点太勇了。好的，咱们可以去换钥匙了，这样这个电梯就开始启用。哇，这个场景做出了立体的效果呀！现在的新的游戏真的是几乎完全利用了主机的机能。上楼了，这样的话，本关已经过了大半。
第4关咱们大概也需要打10分钟以上。我的钱没打够啊！我想买的东西350块钱，结果这里我才294。感觉还需要再攒一关了。因为其实每个玩家或者你每次玩这款游戏，你得到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。怪物爆出的东西有很强的随机性。好，这里就是 BOSS 这个螳螂怪，他推你。你就站在空中，赶紧回来，因为法力没了呢，就掉下去了。等他吐蘑菇，把这个蘑菇蛋击碎，然后踩着蹦到他身后，对他身后进行攻击，这就是机会。反复的这样打。但是呢，这只是第1阶段的打法，第2阶段比这要难得多。第2阶段是考验玩家瞬间操作的能力。我感觉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，但实际上这是整个游戏到现在为止最难的地方。好，等着，等他吐蘑菇。到身后 A 他，估计还需要一次硬直，又要推咱们。我感觉离得远了，他就习惯推玩家；如果站的是中距离的话，他比较倾向于吐蘑菇，大概是这样。但是这款游戏的 BOSS 真的行为方式呢，也有很多的随机性。又要推，跳到身后。我的天啊，他空血了，竟然没挂，这样还需要一次机会。BOSS 到目前为止难度不算高。等一下2阶段。好的，1阶段完事儿了。2阶段注意下方这2个手是过关的关键。这个地方的操作其实非常复杂，咱们落到手上的第一时间，马上要开启这种在空中行走的魔法。开启之后，马上一个翻滚，才能够滚到这里边来。如果你开晚了或者没开，一个翻滚就直接掉到悬崖下边去了。有的玩家可能就会想了，那我就确定，我先等1秒钟左右，我把这个魔法开了，我再滚。那样的话也不行，这个手会抓你，你需要一瞬间开启，然后马上进行翻滚。所以说这里的难度稍高。这个 BOSS 我就防止夜长梦多，所以说开了2个超级攻击，直接把它干掉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B 平台的新游戏阿斯特堡的恶魔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